当这个黑人女孩靓丽登场时，身为高官的白人原主立刻被对方的样貌所震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家的种植园里竟有如此漂亮的奴隶，导致男人不由自主地触碰女孩的脸蛋，而她便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丑闻女黑人萨利·海明斯。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萨利生来为奴，却天生丽质，因为她成长在一个没有偏见的种植园。可随着远处人群的呐喊，园内所有奴隶都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奔去，而正在荡秋千的萨利也不例外，同样被急促的母亲叫了过去。随后，当大家来到一处小木屋时，一名心情喜悦的老奴高举一个刚刚出生的巧克力娃，向在场的众人展示，而大家在高兴之余，也引来了隔壁农场的白人公子们。Well.Another one of my pickaninnies. Ought to fetch $800 one day. Yeah, another pretty little Hemmings. No thanks to it's Papa. Master Peter, Master Samuel, get them horses off this road. Get. Mind your business about my critter and get back to your own plantation. 原来萨利的姐姐刚刚产下的是一名私生子，可即便如此，依然会为家庭带来欢乐。而就在这时，母亲急匆匆走了进来，因为姐姐需要坐月子，所以母亲让萨利陪同二小姐去往法国，去见从事外交官的种植园主。开始萨利并不愿意去，因为她舍不得园内的男朋友，可这是二小姐特意要求的，就连男友也建议她趁此机会正好去见见世面。而谁也未曾料到，萨利的这次出行将会改变她一生的命运。转眼来到1个月后，经过长途跋涉，萨利和二小姐终于到达了巴黎。出门迎接的是女孩的哥哥詹姆斯。早年他跟随主人来到此地，充当驻法外交官的贴身厨师。而当两人来到房间时，哥哥明确告诉他，这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有黑人都是自由的，同时要求妹妹从现在开始学习法语，尽快融入法国白人的行列。于是萨利换上新的衣服，出现在迎接二小姐的晚宴上。而作为外交大臣的杰斐逊很快便在人群中发现了他。他对女孩赞美的同时，也从萨利哥哥的口中得知，原来他是代替姐姐到达的此地。可女孩实在是太漂亮了，尽管旁边有贵族客人，男人的眼神也不愿离开半步。这时，大小姐带着探亲的妹妹前来，才让父亲有所在意女儿的存在。然后，一名女士提醒杰斐逊，到了大家晚上用餐的时间了。于是众人纷纷入席，而作为仆人的萨利只能守骑在左右，等待着主人的吩咐。在晚餐结束后，女孩听到小提琴声，不由自主地来到主人的房间外。这时，大小姐也走了过来，她告诉认真听音乐的萨利，这是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的曲子，而父亲是如此想念她，却依然信守承诺，直到现在也没有再婚过。以后的日子里，萨利如同一个不受束缚的小鸟，拿着主人的怀表在屋子里游荡。但他随意的行为很快被杰斐逊发现了。女孩试图解释自己没有偷东西，可男人并没有责怪她，而是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一样和女孩亲切的聊天。同时，杰斐逊几个月前的旧伤还并未痊愈，他要求女孩帮助按摩一下，借机来提升两人之间的感情。但杰斐逊并非没有隐秘的伴侣。在一次用餐的过程中，一位白人贵妇丝毫不顾及女孩们的感受，提议解除自己现有的婚姻，然后再无条件的嫁给杰斐逊。显然父亲并没有信守承诺，一直身边都有情妇，而如此明目张胆的讨论两人的关系，导致大女儿实在无法容忍，哭泣的离开了此地。同时二女儿也责怪父亲的行为，也离开这个看似温馨的餐桌。贵妇见如此情景，也不好意思强留下来，显然两人的关系已经告吹了。而一旁观战的萨利却在偷笑。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萨利不仅开始学习法语，而且在老师的带领下，与二小姐一同学习礼仪，其乐无穷地享受着生活。直到1788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局势开始变得非常动荡。而在厨房忙碌的萨利突然发现一名流浪者闯了进来，各处搜刮食物。女孩本想拿起水果刀驱逐，可男人表示自己并不是强盗。 I have a son. I can't feed him. 听到这些，女孩心软了，随手递给对方了一张卷饼，临走时还特地送他了一袋粮食。殊不知这次意外的出手相助，将会为萨利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回报。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1个月，女孩时常伴随在主人的身边，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断升温，甚至连白人贵族的舞会，杰斐逊也会邀请女孩盛装出席，然后两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那随波流转的眼神，仿佛诉说着太多无法言语的爱。终于，在一个雨夜朦胧的夜晚，双方的情感已无法抑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黑人女奴爱上了自家原主，尽管两人相差20来岁，但依然相信他们才是真爱。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夜晚，白人男子悄悄来到了他的房间，而女孩显然知道主人的用意，随后坦然褪去身上的披肩，真心诚意地把身体交给了对方。然而此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时期，底层人民在巴黎各处发动暴乱，就连身为黑人的萨利也陷入街道的围困之中。好在杰斐逊及时驾车前来，才把女朋友拯救于水火。但令男人万万没有想到，身体有些不适的萨利原来是怀有身孕出现的反应。夜晚，
各处的暴民蜂拥而至。显然杰斐逊一家不能在巴黎待下去了，于是他趁着动荡的夜晚，要求兄妹二人一同返回家乡。可哥哥詹姆斯却不想离开，同时奉劝妹妹也留下来，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但此时萨利却陷入了纠结，他很享受自由的生活，可他又深爱着后面的那个男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就是奴隶，因此主仆之间发生了争执。 Please come back with me. Why should I? Because 随后，杰斐逊答应恢复詹姆斯自由身，一家人才终于踏上了返乡之路。可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整个街道被围困得水泄不通，民众只知道此处是贵族区，并不了解对方是美国人，于是很快被领头者阻断了去路。而眼前叫嚣的男子，正是之前萨利给予食物的流浪者，男人也同样认出了他。同时，杰斐逊外交使臣的身份也不告而知。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领头者很快让众人为其让行，这才让杰斐逊的整个家庭脱离了险境，带着行李踏上遥远的美洲大陆。转眼来到1个月后，一帮家眷终于返回到了种植园。不管是园内干活的奴隶，还是白人贵族家的少爷，都热情迎接家人们安全返乡。而萨利母亲激动地见到女儿时，她怎么也不会料到女儿竟然怀有了身孕。随后，母亲情绪失控了，来到萨利的房间，认为他应该留在法国，享受自由。如今兄妹两人都回来了，况且还挺着大肚子，这怎能不让母亲生气呢？但萨利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他深爱着那个男人，不想就此放弃自己的爱情。I didn't have no choice. You're a damn fool, Sally. 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尽管这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农场，可里面情况极为复杂。大小姐与表弟一见钟情，二小姐也有暗恋的对象。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隔壁农场的一位白人公子竟悄悄对萨利的姐姐萌生想法。而在大家欢乐的同时，家庭成员宣布了一个重大喜讯：原来杰斐逊多年的外交生涯让他成功晋升为国务卿先生，这也预示着陪同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当然，最为难过的当属萨利了。他能从法国一路相随，就是想与杰斐逊永远在一起。好在男人保证会时常回家，这才让女孩心里多少能宽慰些。而夜晚的缠绵，萨利忍不住询问对方，自己在这个家庭到底充当怎样的角色。 you are my own sweet Sally. And we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the time that we have. 时间又来到3个月后，随着园内响起的警铃声，萨利的宝宝快出生了。毕竟是园主的亲生孩子，怎能不为此感到高兴呢？当接生婆把婴儿展示众人面前时， Good God. James, it's the boy. What color is he? White as snow. 黑人女子生了个白色娃娃，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孩子的父亲是谁，大家也仿佛心知肚明了。随后，在萨利和前男友交谈时，园主的2个女儿过来探望。二小姐一向心地善良，由衷的夸赞孩子长得漂亮，但大小姐却一副冷眼。在告知完父亲就要前往华盛顿后，便急匆匆离开了，甚至连看弟弟一眼都没有。转眼来到了1791年的春天，由于萨利和园主聚少离多，于是女孩和前男友亨利走得特别近，就连夜晚也时常在一起。但二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过分的事，而对杰斐逊的思念只能靠2人频繁的书信来往，试图来慰藉彼此间的感情。这天晚上，大小姐挺着肚子与表弟返回了庄园，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萨利陪同进屋时，女人突然身体不适，然后迅速瘫倒在地，挣扎中抚摸着疼痛的腹部。最终，大小姐的孩子未能保住，一家人沉浸在默哀之中。而杰斐逊得知情况后，迅速从华盛顿往家里赶，但未能赶上最后的葬礼。一天夜晚，萨利正在和前男友读书，突然大门被一个黑人女子拽开。她是一名逃跑的奴隶，奈何后面有猎犬和捕奴手追击，迫不得已才路过此地，请求2人帮助他去往河边。而萨利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了对方。随后，他们趁着夜色一路赶车，终于来到了女奴隶指定的河边。谁知就在女人刚刚走后，后面追寻的白人很快发现了他们。为首的种植园主很生气，但眼前却摆着一名更漂亮的女人。亨利试图阻止对方的行为，可对方人多势众，很快便被押上了马车。于是男人再次动手动脚，希望萨利能代替他逃跑的女奴。但在这关键时刻，女孩果断坦诚了自己是杰斐逊的财产。男人听到后顿时吓了一跳，他怎敢得罪身居高官的国务卿大臣呢？于是驾着马车把2人送了回去。可男人还想以放走奴隶的事要挟杰斐逊点资金补偿，殊不知马王爷头上长着几只眼。 Dare you? Get off my property now. I will kill you with my bare hands. Come here, Sally. 以后的日子里，随着杰斐逊回园内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根本没有奴仆之分。二小姐也在一个明媚的上午完成了她的人生大事，一切看似生活很平静，但萨莉的前男友亨利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黑人正在倡导起义，于是一颗悸动的心让他也很想加入其中，甚至要带着萨莉一起离开，认为杰斐逊不配让萨莉苦苦留恋，而自己才是陪伴他一生的人。可看着对方一直没有答复，黑人男孩竟然动起了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黑人女孩突然意识到前男友想出逃，种植园居然还想拉着自己，而看女孩没有任何反应，男人直接动起了手，因为他太喜欢萨莉了。尽管明知对方喜欢白人原主，况且还有个年龄尚小的孩子，可黑人男子根本就不在乎，并且开始诋毁自己的情敌，说原主外面有个相好的女人，叫萨莉赶快收起天真的幻想。Been seeing her ever since he been vice president. Your brother tell me he drive him around. And he just come here to you, and you lies on your back going, ooh, massa, thank you, massa, he'll be a baby. 如此诋毁自己深爱的人，萨莉毫不犹豫扇了对方一耳光。可这全部都是事实。原主想占有萨莉的同时，还借着权势职务之便在外面寻花问柳。难道单纯的女孩真的无所谓吗？而亨利眼看对方不为所动，竟单膝跪在女孩面前，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心形礼物赠予萨莉。在做完最后的深情道别后，男孩遗憾地独自踏上了逃亡之路。与此同时，白人原主正在感受刚刚收购的望远镜。当女孩从远处发现时，便带着满心疑虑来到主人的身边，然后激动地询问他是否外面有女人了。可杰斐逊只是承认同事关系，并非大家传闻的那样。尽管男人很坦然地给予解释，但萨莉依旧不依不饶，甚至谎称自己也有所谓的纯真伴侣。然而这句话却把原主激怒了，急切地询问他背后的男人是谁。而萨莉试图躲避对方的追问，不想再搭理这个薄情寡义的人。 Leave me alone! Come back here. You lost your mind. Why? Because I keep company with a carpenter? I will not have another man touch you. I shall do You belong to me. You don't have to hurt me. You own me. Oh, Sally, I'm sorry. I'm sorry. 第二天，几个当地的警员造访杰斐逊的农场，然后通知国务卿先生，他们抓到了几个逃跑的黑人奴隶，其中就有杰斐逊的财产。而当听到亨利的名字时，萨莉更是心痛的不知所措。随后，女人带着儿子来到行刑的现场，这里很多叛逃的黑人都被吊死了，只剩下亨利还在苦苦挣扎。女人不忍儿子直视这残酷的场面，而自己又怎能接受现实呢？亨利看着曾经心爱的女人，那些青梅竹马的岁月也不复存在了。夜晚的篝火旁，萨莉责怪原主冷眼旁观，但亨利参与了谋杀，即便自己是高官也无能为力，而这些全是奴隶制才把大家逼上的绝路。试问哪个黑人愿意铤而走险呢？随后萨莉询问原主对奴隶制持什么立场时，男人专门为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最初起草独立宣言的初稿，坚信总有一天会废除奴隶制的。就这样，转眼来到了1800年，在这个秋天，萨莉生下了一个女儿。同时，作为国务卿的杰斐逊原主也在为竞选总统做最后的努力。他邀请了参议员先生在家里做客，一家人都对父亲的事业很上心。而就在聊天中，参议员竟发现一名皮肤白色的仆人，这在当地还是比较少见的。而萨莉果断坦诚是自己的儿子后，一家人顿时显得有些尴尬。杰斐逊更是选择了默不作声，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知道杰斐逊有个黑人情妇，对竞选总统是非常不利的。结果在1801年，杰斐逊成功当选了美国第3任总统。但总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有记者铺天盖地的在报纸上宣称，杰斐逊把家里的一名奴隶纳为小妾，并为其生了很多孩子。显然这些言论对男人很不利，甚至国会议员嘲笑他什么时候辞职，就连家人都无法容忍这种丑闻。而一个朋友奉劝杰斐逊，把那些有牵连的奴隶都卖掉。 Unless... Do you love her? Do you love your wife? Yes, but she is... But she is white. And yes, I have a black mistress. And yes, I have children by her. And as president, I intend to take the position of my youth and put an end to slavery. Then you will no longer be president. 而两人的谈话正好被躲在门后的汤姆听到，于是男孩心情失落地跑回房间，被一旁干活的萨莉发现了异常，随即也跟了过去。而哭泣的男孩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母亲。随后，萨莉气愤地打开主人的房门，还没等他询问情况，大小姐就开始斥责他不守规矩。Papa! Well, Sally, if you must, we are discussing what should be done in light of the growing scandal you have brought on our household. Sally, I cannot speak with you now. Am I to be sold? Is our son to be sold? That is enough!
Papa, have you no authority in your own home? Sally, I cannot. Answer me, sir. 为了避免汤姆被卖掉，萨莉提前把他安排在远方的亲戚家里。接着，在母子二人伤心的道别过后，男孩踏上了远方的旅程，而其他一家老小又该如何，让人不得而知。Sell her, Papa. 3天后，杰斐逊返回了华盛顿，大小姐自然而然成了这里的主人。于是，为了报复萨莉，他竟把父亲和萨莉的通信全部烧毁，并让他离开这个豪华房间。而这仅仅是悲惨命运的开始，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白人愤怒惩罚消极怠工的奴隶，这遭到善良的萨莉阻止。Does not allow beatings on this plantation. 即便知道萨莉和原主非同一般的关系，白人监工对他也实行了殴打。这时，原主的侄子走了过来，对于监工的暴力行为，他直接辞退了对方，并让其赶紧离开种植园。但这个男人能就此罢手吗？雨夜的晚上，萨莉正在教孩子读书，突然一名黑人男孩闯了进来。他听说过萨莉曾帮助过奴隶逃跑，于是也想让对方帮助自己，而女人丝毫未记住上次的教训，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男孩。随后两人穿梭在黑夜的雨林，没想到这次又被白人给堵住了。接着揪起萨莉的头发，直接把女人摔在了地上，然后白人掏出一枚硬币，顺手递给了黑人男孩。原来这一切全是陷阱。白天被辞退的监工故意让一名黑人把萨莉引了出来，随后男人把姑娘吊在了一根木桩上，不仅用诋毁的语言侮辱萨莉，同时还抽出了一条皮鞭。这边原主的2个侄子还在讨论叔叔和萨莉的丑闻，但彼得突然告知监工离开庄园时拿走了武器，这让卡尔瞬间意识到了什么，就连大小姐也知道此事。第二天，女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身体无法动弹。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叫喊，而这人正是拯救萨莉的卡尔。男人举枪示意，3个施暴之徒只能放下手中的武器。随后等对方缓缓走后，卡尔迅速来到苟延残喘的萨莉身旁，拯救了为人善良的女孩。而此时，杰斐逊在华盛顿忙于工作，毫不知情心爱之人的状况，一切的悲惨遭遇只能默默忍受。母亲甚至为了女儿伤口愈合，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只能一针一针为其缝合。而在一次寄给萨莉的信中，杰斐逊明确表示，国家现在专注于辉煌成就，而不是他个人事务的复杂性，所以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来到1830年的秋天，由于二小姐的健康状况不佳，杰斐逊先生提前返回了家乡。而在家庭庆祝丰收的晚宴上，卡尔突然叫住了忙碌的萨莉，并把女人引至一间独处的房间。原来这位公子一直都对他充满好感，明知萨莉是叔叔的女人，但自己根本不在乎，希望能得到女人的芳心。而就在萨莉听后不知所措时，对方竟然开始动手动脚。好在女人阻止了卡尔的进一步行为，可两人丝毫未意识到杰斐逊正四处寻找萨莉的去处，而两人在一起的画面恰巧被卡尔的叔叔看到，情况变得十分微妙。于是警觉的二人迅速避开怀抱，萨莉更是尴尬的离开了此地。可眼前的侄子总得给个说法吧，毕竟让杰斐逊抓了个现行，但卡尔却谎称是为叔叔摆脱丑闻，所以自己才一时没能忍住。 Oh, you're cute. Now I suggest you return to your own farm and your own wife. I have treated you like a son. You are no longer welcome in this house. Now leave my sight. She doesn't want to speak to you. What is this tone you have taken with me, Betty? It is a mother's tone. 随后原主来到萨莉的房间，他有很多话想对女人说，而萨莉之所以不想见他，是因为杰斐逊在一本著作里明确表示白人在理性和美貌上都比黑人优越，曾经口口声声说要还给黑人自由，现在竟然出尔反尔，并亲自在书面上体现出来，然而自己却心甘情愿当他的情人。这样的言论无不让萨莉感到失望。可这本书是原主20年前写的，只怪自己当初太无知了。等萨莉展示后背上的伤疤时，杰斐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心疼的女人竟遭受如此大的劫难。那所谓的废除奴隶制，真的有实现的一天吗？随后杰斐逊深情地请求对方原谅，他是如此深爱眼前这个咖啡色的女人，承诺今后再也不会让她受委屈了。可事实真能像想象的那样美好吗？转眼来到6年后，杰斐逊在担任2届总统后退休，回到蒙蒂塞洛。二小姐在1804年去世，同时萨莉的母亲也在3年前离开了人世。而萨莉有幸又拥有了2个儿子，但由于常年干旱，种植园的农作物大不如前，因此整个家庭陷入债务危机。好在大家的心态比较好，并未因难关而过分忧虑。直到杰斐逊的一位法国旧相识来到种植园里探望好友，事情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这位客人的儿子一眼便看上了萨莉的女儿哈利特，女孩也对他一见钟情。于是哈利特故意隐藏自己奴隶的身份，开始与白人男孩交往，直到有人把实情告诉了男孩，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关注阿涛，下期接着讲。他明明是一名奴隶，却隐藏身份与一位富家子弟交往。开始男孩并未发现端倪，因为哈利特皮肤实在是太白了。但当某一天，男孩与大小姐的丈夫聊天时，对方忍俊不禁地告诉了真相。原来哈利特身体流淌着黑人的血液，完完全全的被那个女孩给骗了。而这种人格般的侮辱，怎能让富家公子忍气吞声呢？于是他气愤地找到奴隶居住的地方。How dare you pass yourself off as white?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Get up! Get your foot off me, nigga! How dare you! Stop it! You will never treat my children this way in my home. Do you understand me, Mr. Bacon? Yes, Miss Sally. Will you escort this boy off the road and back to his family? Let's go, son. 男孩被萨利赶走了，而他女儿向往的幸福生活，就因为自己奴隶的身份而变得彻底消失了。转眼来到3天后，杰斐逊送走了探望的贵客，包括那名富家子弟。而等众人离开后，老男人称赞了混血儿子保护妹妹的做法。可这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因为无法承认自己亲生儿女而造成的一系列苦果。Sometimes we are hurt because of what we do not say, because we fail to tell the truth. What truth are you talking about, Papa? 杰斐逊能听出女儿在抱怨，奈何自己颤抖的手已无力再面对曾经犯下的过错。而随着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创办大学，导致园内的负债越来越多，一时无措的他只能卖掉家中有价值的物品，甚至连珍藏多年的7000本丛书也作价卖给了国家图书馆。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彻底解决10万美金的债务问题。于是大小姐建议父亲卖掉园内的152名奴隶，以此缓解破产带来的伤害。可这些仆人都跟随杰斐逊了一生，他怎能忍心舍得呢？随后老男人在种植园环顾一番后，还是做出了那个言不由衷的决定。他曾致力于还给奴隶们自由的权利，也在胜任总统时未能如愿。如今种植园也无法再养活大家了，所以无论男女老少、妇孺儿童都将会被卖掉，生活伴随着悲凉。所幸在杰斐逊的种植园里，大家曾经感受过温暖，可将来的命运又该如何，他们不得而知。Why, Ellie? Marshall, why? Try. 随着最后一车奴隶被送走，这个曾经豪华的庄园就此陨落，现在只剩萨利和他的孩子了。可目前2个亲生骨肉也要离开，毕竟这里已无法满足生活下去的条件。或许隐藏自己黑人身份，以白色皮肤还能更好的在社会上立足。于是老父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赠予了兄妹2人，没有太过伤感的问候，只有那平静祥和的辞别。人去楼空，静静地透过窗户眺望，仿佛自己的人生如同过眼云烟。时光飞逝，转眼来到1826年。自从2个孩子去往费城后，萨利就再也没收到过回信。他知道孩子们的肤色会很好的伪装成白人，这是他唯一能感到放心的。而在阳台整理被子的萨利突然从远处发现了什么，于是他快速走出家门，迎接那个已有10年未见的孩子。他试图回忆汤姆离别时的样子，可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稚嫩的孩子。 Hello, Mama. Thomas. Tom Hemmings, come home. 10年光阴已过，汤姆已长大成人，并且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听说杰斐逊的农场破产了，故意回到此地来接母亲的。而再次见到他的亲生父亲，两人没有不顾一切的相拥，只有礼貌的握手言和。或许在经历了多年以后，曾经禁锢内心的隔阂都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渐渐淡化了。看着杰斐逊衰老的背影，萨利决定留下来陪伴，因为他始终认为这里才是他的家。于是他回绝了儿子把他接走的好意。随着时间的流逝，萨利陪同杰斐逊开始整理杂草丛生的农场，坚守他们家园的同时，也维系彼此间浓厚的爱情，仿佛2人的晚年并不那么悲凉。可随着大小姐玛莎的前来，一切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急切地告诉父亲，蒙蒂塞洛庄园将在下月拍卖，这也预示着杰斐逊彻底失去了致力于多年的家园。老男人听闻这个消息后，气血攻心，没走几步就摔倒在地，至此生命也将步入尾声。在和女儿以及萨利简单的道别后，托马斯·杰斐逊闭上了双眼，了却了自己耀眼的一生。然而在留下的遗嘱上，杰斐逊什么也没留给女儿。为此，玛莎还抱怨父亲碌碌无为的一生。而对于萨利自由身份的问题，遗嘱上也只字未提。玛莎还以为父亲根本就不关心他，殊不知，当萨利拿出一封信时，所有真相才公之于众。原来杰斐逊在巴黎时就已经签署了萨利自由身份的协议，整整过去了30多年，他一直把这件事隐藏起来。
不管经历过多少磨难，也未曾离开过种植园，未曾抛弃那个一直深爱的男人。至此，影片结束。萨利·海明斯于1835年逝世，死前一直照看着托马斯·杰斐逊的墓地。此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故事在海明斯与杰斐逊后代口述基础上加以改编。